第19课：艺术、直觉与科学与信仰的交汇。某天，一位在美国顶尖大学攻读物理博士的华人学生在演讲后举手提问：你说神是真理，但请问什么是真理？在量子世界中，一切都不再是绝对，连时间与空间也可被弯曲，哪来一个固定不变的真理？这个问题让全场一阵静默。讲员沉思片刻，反问：你看过星夜吗？梵谷的那幅画。当然看过，但那只是艺术，跟真理有什么关系？那你是否曾经在看到某幅画，听到某段音乐时，眼眶湿了，心被触动了？年轻的物理博士点点头。那个瞬间，你觉得你理解了什么？在那一刻，全场不再是物理与神学的论战，而是一场灵魂与美的对话开始了。只靠理性，为什么总觉得哪里少了点什么？我们活在一个极度理性的时代， Google 可以告诉你任何知识， ChatGPT 可以帮你完成报告，科学实验可以预测天气，打造疫苗，甚至模拟宇宙大爆炸。但这一切足够解释我们的心吗？当你站在山顶，看见云雾翻腾的壮丽景色，当你听到一首让你鸡皮疙瘩直冒的钢琴曲，当你凝视一幅画，久久无法离开眼睛，这些感动从何而来？科学告诉我们，大脑释放了多巴胺与催产素。可是，你愿意用这种方式总结你对一幅艺术作品的敬畏与惊叹吗？为什么我们会被美震撼？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直觉地知道某件事是对的，却说不出理由？如果真理只能被理性验证，那美、爱、奥秘这些看不见、摸不着的感受就不配存在吗？艺术与信仰同样指向看不见却深刻的真实。艺术从来不只是好看那么简单，每一个创作的背后都是人对存在、对生命的探索。人们问：神在哪里？答案可能不只在实验室，而是在画布上、乐谱里、舞者的身体里。艺术不是科学的对立面，而是补全它的另一半。艺术与信仰一样，都面对无法用数据证明的感受、体会、信任与奥秘。这不是逃避科学，而是诚实地承认人的心远比我们的大脑更宽广。如同信仰不是放弃思考，而是开启另一种观看的方式。来看一个生活中的例子，一位知名的外科医生在抢救病人无效后，一个人走进医院天台，他不是想放弃，而是被某种无力击倒了。他说：我有知识，有技术，做了我能做的一切，但他还是走了。我突然觉得我需要对一个比我更大的存在低头。那一晚，他望着夜空，听着自己喜欢的钢琴曲 River Flows in You。 他第一次流泪，不是为了失败，而是感觉有什么比死亡更真实的东西在召唤他。后来他信了耶稣，这不是逻辑推理的结果，而是灵魂的被触动。这种经验和你站在博物馆看着米勒的拾穗者一样，不需要有人解释，不需要有人说服，你就是知道那是真实的。直觉与美感是信仰之路的另一道门。从小我们被训练要讲逻辑，要讲证据，要讲效率。但你是否发现，有时候你对一个人产生信任，不是因为他证明了他可信，而是你直觉地感觉到
它是可以依靠的。信仰也是如此，不是每一步都能算清楚才跨出去，而是在美与奥秘中被吸引，然后发现这条路是真的。圣经中诗人说，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，默念你的作为。诗篇77篇12节，这不是冷冰冰的神学课，而是像艺术创作一样，在默想与感动中体会那位创造宇宙的神，不只是真理的源头，更是美的源头。科学、艺术与信仰不是对立，而是三重奏。如果科学是探索自然规律的乐器，艺术是抒发人类情感的旋律，那信仰就是让这一切有意义的主题音符。三者并不是彼此竞争，而是在演奏同一首生命之歌。你是否发现，当一首乐曲能同时打动你的理性、和声的复杂性、感性、旋律的动人与灵性，带来敬畏与盼望时，它就不只是好听，而是你会反复听，听了又想哭，哭完又觉得活着真好的神作。信仰也是如此，它不是科学的简化版，不是理性思考的终点，而是让你看见一切真理的背后有一位创造者，艺术家与爱的源头。他创造了科学，编织了艺术，并呼唤你靠近他。结语：当你心动，不妨多停一会儿。我们不是要你把理性放下，而是邀请你，当你被某幅画震撼，某段旋律感动，被某句诗词打中心坎，请不要急着分析，也不要急着逃开，因为那可能是神在向你轻声细语。他不是用喇叭，也不总是用逻辑，他可能只是在你心中放了一道光，一个悸动，一种说不出来却不愿错过的渴望。那渴望就是他在呼唤你，从相信科学开始，经历美的奥秘，最后你会发现耶稣就是那最终的真善美。